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生活里突然冒出一个棘手的问题，搞得你焦头烂额，却不知道从哪下手。别急，其实啊，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，往往都不只是做个选择这么简单。比如，今晚我该吃什么？听起来像是个简单的问题，但其实背后更复杂。我到底有多在乎这顿晚餐？我该不该花时间思考这个？我有多少时间来制作晚餐？看吧，问题不是单选题，而是一连串决策、排序和行动计划的组合题。而光是怎么解决问题这件事儿，本身就已经够难了。你需要查资料、找信息，但这还不够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得坚持下去，要有动力、有毅力，一步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、解决掉。那说到这儿，祈祷又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，祈祷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思维方式，它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，更是一种训练思考的方式。而且不信教的你也完全可以从中学到点东西。那我们平时到底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？问题虽然棘手，但谁都经历过。生活中的难题太多了，可我们总能一点一点挺过来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靠的是常识，有时候靠直觉。有些人喜欢列个优缺点清单，还有人会找朋友聊聊，或者请教父母、老师，甚至心理咨询师。听起来方法五花八门。那科学怎么说呢？认知科学家其实早就开始研究人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这件事儿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最早一批认知科学家，其实很多人也是早期的计算机科学家。他们对一个想法特别感兴趣。如果我们把大脑看成一台电脑，一台会计算的机器，那我们是不是能更好地理解人的思维方式？于是他们开始用非常程序化的方式来定义和分析问题这件事。首先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，什么才算是一个问题？那么，什么才叫一个问题呢？早在1970年，两位大佬级人物赫伯·西蒙和艾伦·纽厄尔，在他们的著作《人类问题解决》中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。他们说，一个问题其实由3部分组成。第一，问题状态，也就是你现在的处境。第二，目标状态，你想要达到的目标。第三，中间那一段最难的，从问题到目标之间的那些未知的操作步骤。他们认为，关键就在于搞清楚，我到底该做些什么，才能一步步从现在走到我想要的地方。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叫做逆向思维，也就是说，从目标出发，反着去推你该怎么做。不仅仅是终点，你还可以从任何一个阶段往前推，找到最佳路线。他们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，国际象棋。你知道现在棋盘上的局面，这就是问题状态。你也知道目标是将死对方，这就是目标状态。但你真正要做的，是想办法找到那条通关路径。你下一步该怎么走？再下一步呢？哪一套走法才能一步步把对手逼入绝境？他们这套关于解题的理论，后来不但影响了心理学，还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你今天看到那些会下棋的 AI， 比如国际象棋引擎，其实很多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。除了象棋和认知科学，解题这件事儿，数学家早就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方法了。我们来说说一位来自匈牙利的传奇数学家，乔治·波利亚。他在1945年写了一本书，名字就很直接，怎么解题。这本书专门写给美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，没那么学术，但非常实用。波利亚提出了解题的4个步骤，特别适合拿来应对各种复杂难题，不只是数学题哦。第一步，搞懂问题。听起来简单吧？但很多人常常一上来就跳过这一步，直接开始乱算。但他提醒我们，真正的第一步是弄清楚你到底被问了什么，你有没有足够的信息，你能不能换句话说，把问题重新表达一遍，或者画个图，把它视觉化。这个步骤就是在扫清盲区，建立地图。第二步，制定计划。
有点像打副本前先布阵。你可以试试猜猜看加检查一下，也可以像刚才说的那样，从目标倒着推回起点，逆向思维。还可以列出所有可能的思路，比如要不要试试这个方法，行不通再换。第3步，执行计划。一旦你选定了解法，就别犹豫，按部就班地执行下去。如果发现计划没用，没关系，砍掉重来。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保持灵活性，不怕失败，也不固执。第4步，复盘加反思。这个很多人也会跳过，但波利亚说，学会解题的关键不在于你解出一道题，而在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什么地方做得不错，哪个思路完全没用，下次遇到类似问题，我能不能更快解决？这一点特别像我们剪完一个视频，做完一个项目之后的复盘环节，是提升思维和技能的关键步骤。这4步，不管你是做数学题、策划一个项目，还是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大大小小难题，其实都能用得上。而有趣的是，祈祷其实也暗藏了这些解题逻辑，它能让你冷静下来，理清问题，设定目标，计划行动，甚至反思自我，有点像正念和冥想。想不想听听祈祷这件事儿，怎么看起来这么像是一种高级的问题求解训练？下一段我们就要聊这个有趣的部分了。哈德森不仅是一名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科学家，还是一名虔诚的信徒。当年他在写论文的时候，也遇到过不少人生难题。一方面，他的研究课题挺抽象的，就是想搞清楚一件事儿：人是怎么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怎么去思考自己国家的整体人口结构，怎么理解家里电器的能源消耗，又是怎么去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？这些东西不像你能摸到的杯子、看得到的数字，它们太庞大、太抽象，甚至根本不可见。可人类就是有办法把它们装进脑袋，还认真对待。哈德森对这个问题特别着迷。另一方面，他自己也处在一个认知冲突区，一边是个研究科学、做数据分析的学者，另一边也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这2种世界观是不是水火不容？一个讲证据，一个讲信念，一个要实证逻辑，另一个靠内心感受。但对他来说，他们不是冲突的，反而是彼此激发好奇、互相启发的2股力量。科学教会他怎么分析世界，而信仰教会他怎么感受意义。这段经历也让哈德森意识到，很多我们以为非理性的行为，其实背后藏着一套很理性的结构。祈祷就是其中之一。它表面上看像是一种信仰仪式，但仔细想想，它其实跟我们解题时的大脑活动有很多共通之处。当时他还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人类是怎么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的？结果呢，哈德森身边的信徒朋友们几乎每天都在给他活生生的答案。他们做的事情说起来也挺特别，有规律、带动力，还有点仪式感。他们通过这些行为把生活安顿下来，还从中找到对不可见事物的意义感。不夸张地说，支撑他们日常生活的底层逻辑就是祈祷。所以，哈德森的研究焦点马上就变了。祈祷这个行为在人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不是随便闭眼说几句话那么简单。他相信他们脑子里一定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但是什么呢？他想弄清楚。于是，哈德森做了一件挺大胆的事儿。他邀请了一些人，当着他的面祈祷。对，现场观察祈祷的全过程，就像科学实验一样。哈德森一共找了16位受访者。要是拿来做可重复性强的实验，可能不算多，但已经足够开启一次深入的探索了。他先问了他们一些基本问题，比如，你是怎么祷告的？为什么祷告？什么时候祷告？一次多长时间？然后给他们一些开放式的提示，邀请他们自由祷告。当时刚刚经历完 COVID-19 大流行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线上完成的。有些人一开始有点羞涩，虽然他们很熟悉祷告这件事儿，
但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祈祷，哪怕是在线，也还是有点别扭。更何况他不是普通的陌生人，是一个拿着笔记本盯着他们的科学家。但好在，他们知道哈德森是一个友善的科学家。每次访谈大概持续1个小时，慢慢的，大多数人都适应了被观察的状态，从一开始的拘谨，到后来能真正进入祷告的状态。那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？这时6位受访者都是公开认同自己是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相信有一位上帝不仅无处不在，还渴望与他们建立一种不断加深的个人关系。对他们来说，祷告不是任务，而是一种主动联系神的方式，一种伸出心灵之手，试图与神建立连接的过程。而且，他们不只是念词而已，他们把祈祷当作一种思维活动，是一种需要聚焦注意力、整理思绪、反思自我的内心练习。他们告诉哈德森，他们祷告是为了感受到神的临在，为了靠近他，为了让这种连接变得更深。当然，在祷告中他们也会求，有时候求一些物质上的事儿，比如健康、工作、生活顺利，但更多时候，他们是在求一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希望、安慰、力量。简单来说，他们在向神寻求帮助。但让哈德森真正惊讶的，当他花时间深入观察这些祷告之后，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。他们不仅仅是在祈祷，他们也在解决问题。不如说，他们在祈祷，也在解题。更准确地说，是通过祈祷来解决问题。这个发现对哈德森来说，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转变。祷告不只是表达或者求助，它其实也像是一种内在对话，让人把混乱的情绪、纠结的想法、复杂的问题，一点一点整理出来，找到出路。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解题过程吗？先理解问题，再制定计划、执行、反思，一步一步，悄无声息地发生在一次次祷告中。最让哈德森震撼的一点是，他采访的这些人里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波利亚的4步解题法。最神奇的是，他们根本没读过那本《怎么解题》。举个具体例子，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位受访者，用化名叫他保罗。保罗是一位住在纽约的法律系学生，聪明、条理清晰，成绩优异。他手里已经有几个藤校的高含金量学位，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。但即便是这样优秀的他，也不是没有烦恼。他告诉哈德森，自己的早晨常常是充满焦虑、混乱，还有点迷茫。他一开始祷告时，说话方式和你能想象的一样，用的是那种常见的祷告语言，先称呼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最后以 Amen 结尾。但当哈德森仔细去分析他的内容时，惊讶地发现，他整套祷告的结构几乎完美复刻了波利亚的解题模型。你看，他是这样做的。第一步，理解问题。他说自己早晨总是陷入焦虑，状态不佳。他并没有一上来就求让我开心点吧，而是先清楚地描述了这个问题状态。第二步，设定目标。他想要什么？他说得很具体，我想在早晨感受到快乐，而不是焦虑。第三步，制定计划。他在祷告中说，他想找到一种方法，在每天早晨更容易遇见上帝。他希望通过这个方式，让自己早晨的情绪变得更稳定。接着，他反向推理，如果我想在早晨遇见神，那我得怎么做？他得出的结论是，我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晨间生活节奏，建立一个新的计划表。听起来像不像我们前面讲的解题流程？从问题出发，设定目标，制定计划，找路径。但保罗并没有坐在白板前写逻辑图，他是在祈祷中完成了这一整套思考过程。祈祷成了他解决生活难题的一种方法。当然了，在一段简短的口头祷告里，想要把执行计划这一步完整做完，确实有点难。但让哈德森特别惊讶的一点是，很多关键的情绪转变，往往就是在祷告的过程中发生的。就拿我们刚刚说的保罗来说，他在祈祷的时候，会花时间反思过去的经历，不是那种走流程式的念词，而是真正在思考、回顾、感受。他说了一句让哈德森印象特别深的话，
我们以前也有过那些好的晨间仪式，现在只是需要重新找到我们在早晨相遇的方式。这句话里藏着一种非常温柔的力量，他不仅在找答案，也在找一种曾经感受到的连接感。而最让哈德森震撼的事情是，这些受访者完全没有接受过什么解题技巧训练，却能在祷告中自然地走出一条类似波利亚的思维路径，而且是完全自发的，无人引导的。要知道，这套解题模型最初可是为数学家设计的，可这些人在祈祷时就悄悄地用上了。但作为一个研究者，哈德森也知道，不能因为16个人的案例就下定论。所以，接下来哈德森想要更进一步。这个祈祷中解题的现象，是不是每个祈祷者都会有，还是只有某些人、某些场合才会出现？为了找到答案，哈德森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，找来了151位受访者填写。哈德森问他们：你平时去什么样的教会？多频繁祷告？一次多长？在祷告的过程中，你有没有经历过解决问题的过程？这一步是从个案研究到群体分析的重要转折，也是哈德森试图从现象观察走向科学验证的关键一步。结果呢，出人意料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解决问题几乎成了祈祷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理过程。在151份答卷中，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了波利亚4步解题法的完整痕迹。他们说，祷告帮他们更清楚地理解问题，有时候还能让他们换个角度，重新看待那些困扰自己的事儿。他们会在祈祷中想出解决方案，拟定计划，甚至在祷告之后，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更有动力去面对、去行动。其中一项数据特别打动哈德森，几乎所有人，除了5位，都说祷告至少在某些时候真的帮他们解决了与他人的冲突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哈德森本来以为会出现，有的人擅长在祷告中解题，有的人不是，结果发现根本分不出这种差别。他的样本里基本都是美国本土的教会信徒，从20岁到93岁都有，横跨好几个时代。教派上也有不少差异，有福音派、浸信会、路德宗，还有天主教徒。但让哈德森震惊的是，没有任何一种人口学差异能预测谁会在祷告中解题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祷告，你就几乎一定在祷告中解决问题。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不管你来自哪个教会，不管你是每天3次祷告，还是偶尔说说话，祷告都在激活你的思维结构，带动你处理问题。不过呢，这些发现虽然很有趣，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没解开。祷告真的比别的解题方式更有效吗？也就是说，它到底是不是一种高质量的解题工具？特别是和别的方式比起来，比如直接开口思考、跟朋友聊天、写清单、分析利弊。哈德森又想起了保罗，他在祷告中处理自己早晨的焦虑。哈德森当时亲眼看到，他一边在跟神说话，一边也在很有条理地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但哈德森心里还是有个疑问，他毕竟是个法学院的高材生，肯定也懂得别的思维工具。那为什么他偏偏觉得祷告有用？祷告到底强在哪儿？这也成了哈德森研究中的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他写完论文这项大难题的终极解法。哈德森做了很多人熟悉的一件事儿，他设计了一个实验。这个实验的目标是想要直接比较2个方法的效果，祷告与大声思考。这2个方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非常常见，一个偏宗教，一个偏心理学，都是人们处理情绪和问题时常用的路径。于是哈德森重新开始招募受访者，这次找来了100位基督徒志愿者，同样在线上进行，然后把他们随机分成2组，一组负责思考说出来。哈德森请他们选一个让他们不舒服的人，可能是有冲突的人，也可能只是一个让他们觉得烦的人，然后请他们对着屏幕说出自己对这个人的所有想法。而另一组则被分到了祷告说出来。同样的题目，也是面对一个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人，但这次他们不是对自己说话，而是向上帝祷告。
这个设计非常巧妙，因为问题完全一样，同样的人际困扰，参与者背景一致，都是真正有祷告习惯的基督徒。唯一的变量就是，他们是在祷告还是在思考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次完全单一的对比实验。哈德森想知道的是，如果面对同一个凡人对象，人在用不同方式处理情绪和问题时，祷告是否能带来不同的心理结果？那么，结果如何呢？